结婚当天，债主就上了门，我这才知道，我的彩礼、五金，甚至婚房，全都是婆家借钱买的。婆家说这是夫妻共同债务，我要承担一半，都领证了，你还想赖账？早点还钱，安生过日子吧。我反手掏出一把欠条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嫁妆和装修款也是借的。众宾客傻眼，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婚礼被搞砸了之后，我报了警，拉新娘的婚车直接开进了最近的派出所。帽子叔叔差点以为我们在办一种很新的婚礼，新郎的婚房、五金、彩礼总计100万，都是借的；新娘的嫁妆、装修款、家具家电总计100万，也是借的。年纪大的那个帽子叔叔倒吸一口凉气：“那你们这是平账了呀？神特么平账，又不是互相借。”债主立马嚷嚷开了：“还钱！我老娘躺在医院等着救命呢。”我看着身边一脸菜色的老公，主动建议道：“要不咱把婚房和五金都卖了还钱吧？彩礼我也不要了。”我态度诚恳，婆家那边的亲戚纷纷夸我大度。刚才趾高气扬的婆婆进来插话：“不用这么麻烦，现在卖了亏多少钱啊？你不是有一笔50万的嫁妆吗？先拿来还账。懂了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”我提高声音，不可置信道：“妈，您在说什么呢？这钱是我借的呀，我都说好了，结完婚就把钱还给人家的。就算对方手里的借条是真的，张月借来的钱也已经变成了不动产，他们家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金，也就只有那笔10万的彩礼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在打我嫁妆和彩礼的主意。如果我刚才脑子发热，为了体面把钱交出去，那么张月得到了房子，老婆，我得到了双倍的债务。幸好我也不是很要脸。我又看向债主：“你看，不是我不还钱，是他们不想卖房卖车呀。”债主的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。这会儿就连帽子叔叔都开始劝张月了：“人家等着钱救命呢，你借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？你这老婆也有了，快点还钱吧。婚房刚刚装修完，家具家电也是崭新的，现在卖掉，直接亏掉首付。五金我虽然没带过，回收掉也要亏钱。”公婆一家3口很是犹豫，看着他们吃瘪的样子，我在心里冷笑。婚礼前几天，我不小心听到张月和他爸妈打电话，说现在很多喜房女靠着结婚骗钱。张月对自己的行为颇为自得，他们家不是要门当户对吗？早知道多借点了，他爸妈就能赔更多的嫁妆。到时候我忽悠他把嫁妆拿出来用，咱们家一分不花，哈哈哈！我再让他生个孩子，他离婚都要脱层皮。我听得心惊胆战，差点以为张月是被夺舍了。这个众人口中的老实顾家的好男人，竟然藏着这么深的算计，张口闭口把我当亲女儿的婆家，居然是吃人的恶魔。闹了这么一出，我们家丢尽了脸。爸妈要应付嘴碎的亲戚们，又怕我想不开，都不敢劝我。张月有恃无恐，张口闭口都是一家人要共度难关，实则在逼我拿钱出来平事。看到他如今丑恶的嘴脸，我忍不住回忆起我们的过去，许多不被重视的小细节，如今却成了这场乌龙婚礼的导火索。他考入我所在的大学时，我刚研一，是他的学姐，我们是校园情侣，他先追的我。恋爱期间，我们也有很多甜蜜的时刻，也曾海誓山盟，畅想未来。毕业之后，我进了本地医院工作，他则是进了一家私企。一开始，我的工资低，他的工资高，他就承担了房租和大部分的日常花销。再后来，他所在的公司效益下滑，而我的职称又升了一级，工资翻倍。就这样，
家庭的开销逐渐由我来承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本来就该是互相扶持。直到我发现张月沉迷网赌，追根溯源，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感情变质的开始。那时候，我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而他则换了个清闲的工作。他骗我说在刷题准备考证，我还给他转了一笔钱，说要他补充营养。他也一直掩饰得很好，堆满桌子的资料书，写满笔记的本子。直到某一天，一通催收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，对方态度嚣张：“你是张月的对象吧？你对象欠了我们10万块，限期1周还清，否则我们就去你单位找你谈谈。”我拿着电话问张月，他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。乐乐，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被辞退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快点赚钱好娶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相信我。一个180的大男孩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很难不让人动容，毕竟是几年的感情。我看他态度还不错，就选择了原谅。他当着我的面删了那个，并写了保证书。后来这笔钱我替他还了，他也老实了一段时间，一切都回归到了正轨上。我们开始商量结婚事宜，这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。和他交往以来，我一直对他有一种很微妙的纵容。我觉得作为年纪大的一方，应该多一些包容。事实证明，我就不该给他脸。心软害人害己，赌鬼的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。事情闹到现在，算是进入了僵局。张月以为我在闹脾气，故意说嫁妆是借的。他拉起我的手，假装深情道：“乐乐，亲戚们都看着呢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工资卡上交。你说东我不敢往西，眼前油腻的男人和记忆中的清纯大男孩相去甚远。如果当年是这样的他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眼神都不会给一个。再说了，谁要他负债的工资卡？都闹到婚礼上了，还当我是傻子呢？”我点开某宝借呗和信用卡账单，这个是装修和买家具家电的钱，确实是借的。我不好意思问亲戚们借，就直接用了信用卡。张月急了：“那50万的嫁妆呢？”我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：“当然是我爸妈给的呀。”张月瞬间一喜，我下一句话接踵而至：“我也打了借条的，所有人。”我爸妈默默翻出我签字按手印的借条，提交给了警方。这笔钱本来是直接转给我的，但是我听到那一通电话之后，临时给爸妈补了借条。双方亲戚纷纷张大嘴巴，脑子仿佛不够用了。你借钱娶媳妇，我借钱嫁闺女，好一个门当户对。婆婆一把拉开张月，不可置信地看了那张借条好几遍。你什么时候借的？谁家的嫁妆还是借的？父母子女之间哪有借钱的？这不合法。一直在旁边默默吃瓜的帽子叔叔插了一句嘴：“合法的。”公婆和张月的脸色顿时难看至极。被晾在一边的债主飞快转动眼珠子，高声提醒张月：“先拿你老婆的嫁妆还钱。后面你们再还给你老丈人就行了，我妈真等不了了，你们就行行好吧，人命关天。”张月试探着问我：“那个，乐乐，要不咱们先还他50万？”我轻轻的啊的一声，手足无措道：“可是前些天我外婆病重，我已经把钱拿给我妈应急了呀。”哐当，张月一下站了起来，差点带翻身后的椅子。他抓着我的肩膀，激动道：“你怎么没跟我说？谁让你擅自做主的？”我心里暗暗发笑，脸上却满是懊悔。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不救我外婆吧？呵呵，我自己的钱，我还不能做主了。这时候，我妈也站了出来，指着张月的鼻子就开骂：“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老丈母娘住院了，
你问都不问。我女儿花钱给她外婆看病，你还逼逼赖赖。当初你毕业找不到工作，还是乐乐爸爸帮你疏通关系。你爸妈一辈子好吃懒做，半点存款也没有。要不是看在你俩谈了几年，我就算是让她在家当老姑娘，也不会答应你们的婚事。说罢，他一把拉起我的手，走，闺女，这婚不结了，离婚。派出所里闹剧还在持续，张月一家子拿不出钱来还账，债主又不依不饶，我就一句话，我同意，现在就卖房卖车。房子的首付是公婆掏空了存款出的，他们自然不同意，但是房子的装修和家电是我出的，这些也变不成钱。留下他们一家子鸡飞狗跳之后，我和爸妈回了家。一路上，我把我听到张月和他父母的电话内容告诉了爸妈。我爸气得砸了一套茶杯，我真是看走眼了，没想到他这么会装。我妈也气得抹眼泪，心疼地抱着我，闺女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妈是真的心疼我，她觉得我和张月有感情，离婚也不好看。若是我一心想要和他在一起，这笔债务我们就咬牙认了。我爸也看着我，两人都等我拿主意。看着一心为我考虑的爸妈，我心里一酸，顿时觉得之前为了张月和爸妈吵架的自己不是个东西。我赶紧摇头，不，你们女儿又不是傻子，她把我当个垫脚石，想吃我们家的绝户。做梦。看着满是喜字的房间，一股吞了苍蝇的恶心感涌上心头。都说女人结婚是第二次投胎，我真是眼瞎。想到这里，我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。偶像剧看多了，以为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，没爱的婚姻不会幸福。结果呢，现在被啪啪打脸。童话故事都只敢写到王子和公主婚礼，后面的婚姻生活一字不提，每次都是一句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潦草结尾。其实真实的结局早就在开头明示了，婚前都是白雪公主，婚后有多少变成了白雪公主的后妈。幸亏我俩还没孩子，张月和他家的亲戚拼命地给我打电话，他像个恼羞成怒的无赖，在电话里威胁我，林乐乐，你躲起来也没用，这笔钱必须要还，你不还，我就去以贷养贷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再次坚定了要离婚的决心。傻逼，开庭的时候记得带上你的欠条，这个婚肯定是离定了。好在爸妈都支持我，还主动和亲戚们说明了情况，礼金也全部退还。即便是丢脸，他们也不想自己的女儿受委屈。我哭着跟我爸妈说对不起，我爸则摸摸我的头说，这算什么？你们现在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过不下去就离。我们那个年代多少离不成的，悬梁的，跳河的，跳井的，喝药的，太惨了。他一脸紧张地看着我，闺女，咱走法律渠道，你可别想不开，万事有爸妈兜底，遇上渣男又如何？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爸妈。我拒绝和张月沟通，也不许他来我家。小区的保安都打了招呼，只要看到他上门就撵走。婚房那边我的私人物品也全都拉了回来，剩下的他要怎么处理，我都无所谓。看我态度坚决，张家开始慌了。这年头娶媳妇不容易，张月老家的彩礼都涨到30万了，还得有房有车。他老家一个村子里就有几十个光棍，我这样学历高还自带嫁妆，两家合伙买房的，简直就是大善人。没想到人善被人欺，他们认定我是被娇养的城市独生女，满脑子偶像剧里的情情爱爱，什么都不懂。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。为了快点摆脱渣男一家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那个律师表姐，她有着丰富的离婚诉讼经验，正好专业对口。她搞清楚来龙去脉之后，
很快开始走流程。放心，这种套路姐见多了，你别担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联系他，也不要和张家的人有接触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其他的全部交给我处理。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天，张月颇有点不可置信，他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我爸，说我做得真绝，我就当他是赞美了，表示彼此，两家闹得这么难堪，我的电话被打爆了，有安慰我的，有骂我的，更多的是劝我息事宁人的。我不是很清楚这些亲戚们安的什么心，为什么一个个劝我往火坑里跳，懒得跟他们废话，劝我一个我拉黑一个。清静，这些天我思来想去，我和张月最大的分歧其实无关感情，说来说去就是钱的事儿。我也是后知后觉，张月前妻对我的那些好，恐怕也是看在钱的份上，对我好就有钱，是条狗都会假装深情。表姐拍拍我的肩膀，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，现在醒悟也不算晚。爱情是爱情，婚姻是婚姻，不要混为一谈。决定起诉离婚之前，我们全家去见过一次张月父母，对方坚持认为那些债务就该我还，并且还叫嚣他儿子的钱都花在我身上了。看着张月一家丑恶的嘴脸，我再次怀疑自己之前是不是被下了降头。细细算下来，我差点搬空了爸妈的积蓄。我那时候觉得张月天下第一好，还打着为了小家的名义，拼命从爸妈这里薅钱。张月也给我洗脑，说都是为了小家。他说他父母给彩礼，我们家给嫁妆，这才是门当户对。这笔钱都放在我手里，算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呵呵，说得好听。真实的婚姻里，这笔钱会被所有人惦记。一会儿老公要投资，老家的房子要翻修，亲戚要结婚借钱，再买个车，添置一些家电，一笔一笔，像是蚂蚁搬家一样，把你手里的这笔钱搬空为止。你说工资和存款、日常生活开销、人情往来、交际应酬，还有房贷车贷，很多钱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。每个月算账，自己都会吓一跳。要是这期间双方父母生病，有退休金的还好，没退休金的就是深渊。接下来该要孩子了吧？从备孕开始，怀孕、产检、生产、坐月子都是钱，一切顺利还好，有一点变故那就是噩梦。而且婆家会默认这笔钱可以覆盖整个孕期和育儿期间的花销。没钱，彩礼嫁妆都在你手里，钱去哪里了？哦，不生孩子，那更好了。以后你的小家就会被默认为双方家族的公有财产。从古至今，吃绝户都快被吃出花来了。婚姻生活里很多琐碎的账单，就是一笔烂账，算不清楚，也算不明白。说的好听是你的个人财产，婚后有的是办法让你吐出来，吐出来之后人家还不承认，说你贴给了娘家。我和张月还没进入婚姻生活，他就已经默认这笔50万的嫁妆是他可支配的财产了，甚至公婆都觉得自己可以随意用儿媳妇的存款。要是我没听到他那通电话，这钱也悄无声息的没了。好险，差点就被渣男一家套牢了。开庭之前私下调解，双方家庭汇聚一堂。这些天不见，张月胡子拉碴，眼见着憔悴了不少。公婆全程阴沉着脸，婆婆更是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一个大我儿子5岁的老女人，离了婚看你找谁去？我儿子这么优秀，你还不知足？他的某个姐妹也吊着一双三角眼看我，这么着急离婚，该不会是找好下家了吧？”张月猛地抬起头盯着我，试图在我脸上求证。看吧，年龄歧视、造黄谣，
人身攻击，永不落伍3件套。表姐敲了敲桌子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看着面前跳梁小丑一样的一家人，我决定不给张月留面子了。我掏出当年他写下的保证书，爆出了他吃软饭又网赌的前科。张月欠了10万块的赌债，是我给的，你们谁还一下？他爸妈愣住了，张月则是心虚地把头扭到一边。他妈扯着嗓子喊：“法官同志，这是伪造的，这个女人不安好心。”我凉凉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账记录可是真的呀，你懂法吗？拿出这张保证书。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钱，因为张月有网赌的前科，他的债务很有可能会被判定为赌债，那就和我无关喽。表姐早就告诉我，保证书就是一张废纸，除了骗我这种傻子，屁用没有。别写保证书，真心悔过就签婚前协议。还有，指天发誓也没用，神仙难救恋爱脑。在证据面前，婆婆嚣张的气焰小了不少。看我不搭理她，她又开始在一边无能狂怒。她说不出我的缺点，只能逮着我的年龄翻来覆去地说。明明订婚的时候，她还说年纪大的会疼人，当时还催张月快点和我扯证，赶紧把乐乐娶回家。这么好的姑娘，晚了就被别人抢走了。我们家就想要个医生儿媳妇。这些话仿佛就在昨天，可是现在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占她儿子的便宜，说我是老女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。明明离开张月，我和他只能算是陌生人。他对儿子无限包容，对他的公婆无限忍耐，唯独对我尽情释放心里的恶意，柿子专挑软的捏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捏我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第一次调解失败，张月坚持认为他的借债是用于共同生活，我的装修款则是个人债务。他不知情，不承认，双方律师唇枪舌剑吵了大半天。婆婆被警告几次，直接破防了，开始口不择言。我有钱，我就是要借钱。你们这些拜金女不就是图男方的房车彩礼吗？我让你1分钱都捞不着。我纠正她，我没图你们什么，我嫁妆比彩礼高多了。婆婆斜着眼，借来的嫁妆也算是嫁妆。我回对，借来的彩礼也算是彩礼。张月猛地一拍桌子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够了，这钱你不用还了。满座皆惊。婆婆更是疯了一样的打张月，你疯了，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还？表姐扶了扶眼镜，趁着张月还没反悔，立刻录音。张先生，麻烦您再说一遍，这笔债务确定和我的当事人无关吗？张月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良久点了点头，对，他不用还了。我诧异地望着他，果然他下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离婚，我们还有感情。我觉得他大概是得了失心疯，都闹成这样了，这还怎么过下去？他扑通一声跪在我爸妈面前痛哭流涕，爸妈，我有错，我在外面欠了钱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乐乐背债的。爸妈看着我，用眼神询问我这是什么情况。我坐直了身体，听张月开始讲故事。我半年前就失业了，又被网上骗了几十万。我实在是不敢跟乐乐说，我真的很想娶乐乐，但是我没钱又欠债，只能出去借。我爸不好糊弄，直接打断他。但是你妈刚才说你家里有钱。张月低着头看不清表情，半晌之后恨声道，我爸妈一直想让我娶一个土大款的女儿，他们一直反对我和乐乐结婚，为了让乐乐跟我分开，他们分币不出，还想找我要钱。这是什么惊天大逆转？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公婆更是像被当众扒了衣服一样难堪，尤其是婆婆，指着张月嘴唇子哆嗦半天，像是豁出去了。张月吐出一口气，
又把目光转向我。乐乐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想和你离婚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表姐轻轻地咳了一声。我回过神来，觉得张月借钱的时候，应该是抵押了自己的脑子。他凭什么认为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倒在同一种骗局下？上次是网赌了，这次又是什么？我没被他忽悠，装修款加家电费用一起50万，还钱。表姐还是很专业的，她成了我的委托律师，全权负责这场奇葩的离婚案。她安慰我，目前还有机会，不要轻易放弃。张月这种目的明确的骗婚男，肯定还有阴招，你这几天注意一下。为了准备婚礼，我请了3天婚假。等我回到工作岗位，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很奇怪，同事看我一脸迷茫，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：井号拜金女骗婚翻车，恐背巨债，井号10万彩礼飞了，骗婚女欲哭无泪。2个帖子后面都跟着一个爆字。同事犹豫了一下，问我：林医生，这是不是你呀？我点开链接，一眼就看到了我的照片，后面还有我的电话、家庭住址等各种隐私信息。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，评论区到处都在玩梗，污言秽语不堪入目。拜金女翻车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哦豁，女权们怎么不说话了？避雷 XXX 区这个地方专出拜金女，发帖人是一个叫正义使者的人。他说张月是他的朋友，为了娶老婆不惜举债结婚，最后还被我摆了一道。他说张月是个老实人，被我这样的高段位拜金女逼得没有活路。评论区一众恶臭男在捧她的臭脚，这样的女人白送我也不要，要彩礼滚粗，10几万彩礼娶一个二手货，亏不亏？有这钱，我直接找18的。当然也有理中客，站在中间人的角度看戏。虽然这个女人很可恶，这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啊。就是啊，都不是好东西。越往下刷，我突然觉得仅仅只是离婚真的太便宜张月了。只有张月这种人遭到报应，才能狠狠打这些跟风者的脸。都劝我算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凭什么？我偏要追究到底。因为涉及彩礼和骗婚，下场评论的人越来越多，各种言论层出不穷。很快帖子就被加精置顶，同事看我的眼神充满同情。林医生，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会儿？你脸色有点不好。我摆摆手说不用了，如果出事我就只知道躲起来，他们没理也会变得有理。未出胜负之前，强者从不轻易下战场，但是现在下场对骂也不合适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有人把婚礼当天的视频传到网上，很快就冲上了热搜。如此奇葩的婚礼，又涉及高彩礼，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。我接了无数个电话，解释了无数遍，还是被骂。这场婚礼被戏称众筹结婚，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大声叫好，说就该这样整治这些要彩礼的女人。好几个打离婚关系的律师下场科普有关彩礼嫁妆归属问题的法条。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，给我泼了一盆又一盆脏水。反观张月这边，几乎一边倒地夸他机智，在某些方面，男的确实很团结。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人士想帮我离婚，我都是举报、删除、拉黑一条龙伺候。这个婚一定要离。不仅如此，该我的钱1分不能少。我把这个帖子转给了表姐，告诉她搜集证据，我要一告到底。这个叫正义使者的帖主，还有评论区那些伥鬼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开庭时间已经定了，就在下月初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千万不能浪费了。张月自从破我失败，像个无赖一样拒不还钱。周末的时候，我直接叫了一个货拉拉，
去婚房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回了家。我买的洗衣机、冰箱、风扇，统统搬走。搬不动的空调、抽油烟机，我直接叫人上门拆除。所有的床品和家具，能搬走的全都搬走，搬不动的原地砸了扔垃圾堆里。最后，在我拆除吊灯的时候，张月不装死了。林乐乐，有必要吗？我利索地拆完了灯，给了他一个微笑。怎么没有呢？出门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，这个门锁也是我买的，开发商赠送的门锁不好用，我直接花了小1万买了个智能的，拆了。师傅麻利地拆掉了门锁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张月气疯了。林乐乐，你有本事把装修全拆了呀！地暖、水电，你有本事全拆走。我点了点头，十分同意他的看法。没问题，满足你。等法官判下来，我会拆走的。张月脸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何必呢？你搞这些，还是赖不掉这笔钱，你逃不掉的。我笑得神秘。走着瞧。离开之际，我不经意间提起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那个债主，我好像之前见过。张月呼吸一顿，我缓缓说道：“你们之前好像还挺熟的。”恶心张月一顿之后，我和表姐开始盘算着这次离婚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。彩礼和5金那些已经还给他们了，剩下的就是债务。好在我之前就留了个心眼，装修这些都是刷的信用卡，这个债务张月躲不掉，只能和我平分。至于他的那些借款，就看法官怎么判了。表姐出去接了个电话，回来告诉我这笔装修款让我准备放弃。我跳了起来，凭什么？硬装前前后后加起来小30万呢？表姐这才告诉我，我妈高血压犯了，正在医院，没敢跟我说。我慌了，扔下一堆资料就往医院赶。看着苍白疲惫的妈妈，我哭了。这些天，我因为离婚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他们也受到了波及，不少老朋友来问我的情况。爸妈也被一些人在背后嚼舌根，但是他们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怕我有压力。真正经历事情的时候，只有爸妈才会站在你身后。我妈摸着我的脑袋，有气无力道：“孩子，咱别折腾了，就当买个教训了。妈想开了，只要张月以后保证不骚扰你，这笔债我们认了。”事后，表姐告诉我，有人线下给我家寄寿衣，还诅咒我早死。爸妈收到快递，差点吓出心脏病。为了我的安全，他们决定不追究了。我爸也劝我，钱都是赚不完的，我们就你一个孩子，你出事就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抱着我爸哭得稀里哗啦。我以为自己是个斗士，可以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实际上，我爸妈一直在身后担惊受怕。无论我做什么决定，他们都无条件地支持我，哪怕是我走错了路，看错了人，他们也在尽力给我兜底。一想到爸妈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，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混蛋。我接过表姐递过来的纸巾，一脸茫然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肆无忌惮？表姐反问我，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离不掉婚吗？我吸了吸鼻子，为什么？表姐无奈道，孩子、父母，还有人身安全。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，有个女人常年遭遇家暴，最后终于有勇气离婚，没想到在离婚冷静期期间被人渣前夫打死了。她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准备摆脱这种糟糕的命运，但是她终究没有逃过恶人的折磨。某种程度上，我还得感谢那个债主，祝我早日看清渣男的真面目。好在庭审的结果还是好的，正义还是站在我这边。充分的证据下，张月的这些债务被判定为个人借贷，和我无关。而我积极退还彩礼和5金，还大度地表示不要装修款的份额，
赢得了陪审团的支持。鉴于我坚决要求离婚，法官直接判离。走出法院，张月站在大门口等我，他脸上满是阴鸷，似乎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林乐乐，你就不能傻一点吗？我觉得他莫名其妙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去找个傻子呢？他还想说什么，最后终究没说出口。我扬了扬新到手的离婚证，快步离开了法院。事情到这一步还不算完，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收拾。我说对那个债主感觉眼熟，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我真的见过他。他那时候还不是黄毛，是个天天跳社会摇的豆芽菜。他是张月老家的发小，他们有一次聚餐喝多了，还是我去接的人。在我印象里，他一直就是瘦瘦小小的一个，看人的眼神永远透露着怯懦和闪躲。没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大，难怪我没认出来。我意外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张截图，不知道哪位热心网友黑了正义使者的账号，扒出来他就是婚礼当天来要债的债主。他先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要债的戏码，然后又把这一切发在了网上，准备利用网络舆论来引导对我的网暴。同事告诉我，乐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院长听说你被讹了，立即找到自己学计算机的学生，要他们帮你搜集证据。我感动得流泪，打字都打不利索。咱们院长还有计算机的学生呢。同事见怪不怪，嗨，这算什么？哪个医生没几个计算机的朋友啊？学计算机的师兄很给力，很快就发过来一堆聊天记录。我和表姐看着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，只觉得心惊肉跳。张月嘴里真的没有一句实话，他的那些债务，并不是他口中压力大才去网赌，他本身就是个赌徒。半年前，他经过发小介绍，染上了网赌，这一上瘾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很快输光了存款。他为了回本，到处借钱，信用卡、网贷都撸了个遍，债务到期，他终于还不上了，又被发小引诱着借了高利贷。此时我们已经开始谈婚论嫁，他爸妈付了房子的首付，又拿出了彩礼。当然这笔钱，张月也填进去了网赌的窟窿。他爸妈被他一顿忽悠，以为这些钱还在他手里，而张月借机又去借了一笔高利贷，债务越滚越多。张月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发小就给他出主意，自己去婚礼上要债，然后逼着我拿钱出来还债。什么他妈等着救命，都是假的。看完两人的聊天记录，我背后惊起一层白毛汗。发小告诉张月，等他手里的钱还完了，再提离婚，他生完孩子就更好了。你把孩子抢过来，要他支付抚养费，如此歹毒的计谋，张月竟然连发3个好字。如果我是个恋爱脑，或者我现在怀了孕，可能真的已经被吃干抹净。幸好我还懂得自救，没有越陷越深。正义使者的帖子传播广泛，热度很高。我挑了一个合适的时间，直接提交诉讼，告他造谣诽谤、侵犯隐私以及引导网暴。很快，我就再一次见到了正义使者，和他一起进局子的还有张月。两人因为欠债不还，被高利贷和网贷平台给告了。张月因为沉迷网赌，工作频频出错，这下终于真的失业了。为了捞出张月，他爸妈卖了老家的房子和婚房，凑齐100万，他还了债务。这些还不够，他爸妈又借了一大笔钱，这才没给他留案底。一家子汲汲营营，最后鸡飞蛋打，还赔了个倾家荡产。不到1个月，我们再次站在了法庭上。正义使者的父母是做生意的，他爸一上来就抓着他的头发啪啪扇巴掌，一群人拉了半天才分开。正义使者的脸肿成了猪头，却不敢顶一句嘴。
他妈则是找到我，想要和我私了。这位小镇贵妇纹着夸张的眉毛，食指涂着猩红的指甲油，漫不经心地对我吹了吹指甲。你和小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我家小孩不过是去收个债，你告他干什么？我笑了笑。有没有想过你儿子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开口：为什么？我指着他掉色的纹眉道：因为他没妈教。庭审现场，正义使者一改被他爸扇巴掌时的窝囊，他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冲着法官咆哮：我小时候被人欺负，他们都骂我傻逼，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。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帮张月吗？因为只有他不骂我，这三观无敌了。你既然感激张月，那为啥要拉人去网赌，还诱导他去借高利贷？正义使者给出了逆天的解释：因为他是我的好哥们，赚钱的事儿当然要想着哥们了。你们不懂的。再说了，他借不到钱，我帮他借到钱了，我对他不好吗？所有人一阵无语，这种人竟然还能在网络上掀起腥风血雨。互联网网民本科率不足4%，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眼看着正义使者被带走，我喊住了他：喂，你是不是觉得张月对你特别好？正义使者回头：那是当然，只有他不喊我傻逼，我也没放过他。他不喊，你就不是了吗？正义使者的脸色变得精彩纷呈。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妈也出院了，说要给我办个洗尘宴去晦气，因为害怕张月报复。我一直在暗中关注他的动向，他现在丢了工作，名声也毁了，还成了网络红人。在正义使者的助攻下，他被好几个放高利贷的盯上了，人家被毁了财路，扬言要弄他。他现在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老家也不敢回去。他爸妈被掏空钱包，还欠了大笔债务，不得不南下去打工还债。过年过节也不敢露面，唯恐被人拦路逼债。他找过我几次，但是爸妈和我搬了家，去了另一处房子居住。原来的房子租给了一个开健身房的大哥。大哥180斤的大体格子，2条大花臂往前一伸，张月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慢慢的，我也回归了正常生活。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消息，是在某个新闻上，郊区一出租屋惊现腐尸，疑似被人暗算。现场照片里有一件张月常穿的白衬衣，那还是我为了庆祝他找到工作，特意送他的礼物。衬衫的袖口处还绣了他的名字。没想到，这居然成了确认他身份的关键信息。看到这则消息，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似解脱，又似电影结局之后的怅然若失。我又开始钻牛角尖，如果张月没有染上网赌，我们是不是？表姐敲了我一记脑瓜崩。大妹子，收一收你的想象力吧。懂了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当我朝着深渊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就该意识到结局只有粉身碎骨。1年后，我因为工作表现优异，成了副主任医师，事业上在攀高峰，我也变得更忙了。经历过张月这件事，爸妈总算是放下了催婚的执念，开始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。他们梳理了一下家庭的财产，如果我不结婚，他们就无需给我嫁妆，也不用给我钱养孩子，更不用整天担心我的家庭突然暴雷，需要他们的养老金去填补。不操心下一代，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、健身，培养兴趣爱好，身体比同龄人消耗的少，显得更年轻。按照他们目前的身体状况，生活自理20年都没问题。而本是高端养老院 VIP 也就3万月，爸妈手里的存款和退休金足够支付这笔费用，更不用说还有我了。我也许会结婚，
婚后可能会有孩子，但是那又怎样？我早就做好了承担这份责任的准备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随手买的彩票中了500万，让我爸把村里小卖部的货打折，或者买一送一处理了，跟我回城享福。在活动的第3天，我家对门邻居一起长大的姐妹回来，她指着我家小卖铺破口大骂，他们家心太黑了，一个村的还专门杀熟，市里大超市搞活动送的奶，他们还要收钱，还说是打折，这就是坑人。后来他家接手了小卖部的生意，结果出事了。村里人都喜欢捡便宜，所以我家这2天活动搞得还算成功，就连附近村子的人也一传十，十传百的跑过来捡漏。建国呀，你真不干了，要去城里享福？我爸有些不舍的回答：是啊，我闺女一个人在城里打拼，我也不放心，就是可惜了。你们这小卖部关门，咱们就得去邻村买东西，不方便了。所以趁着现在便宜，赶紧多囤点需要的，日期都很新鲜。我这也是没办法才处理。村民们都在热闹抢购，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唾骂，他们家就是黑心商家，一个村的专门杀熟，市里大超市搞活动买1赠1的奶，你们才打7折，这就是坑人。村民听到纷纷放下手中物品，看着说话的人，这人正是我家对门邻居，跟我一起长大的王盼盼。现场有些安静。我爸爸一辈子是个老实人，卖的东西也只比其他村便宜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：盼盼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虽然不是我家的孩子，但从小跟冉冉一起长大。你建国叔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村里的喝奶大户，刘婶子家里3个孩子，图便宜一下买了10箱。他赶紧凑过来问盼盼：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可看好了，这可是某某的，这个牌子过年要60多一箱，现在不到100块钱买2箱。王盼盼冷哼一声：90多买2箱还不贵，超市里68能买2箱，你们说他们是不是坑人？他这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。村民们也开始纷纷议论：盼盼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市里大超市真这么便宜？那可不，我前几天刚买了，跟林冉家一模一样。还有你买的酱油，超市虽然是原价，但人家送的东西多，送个盆子，送醋，还有满减，人家那才是真的便宜。有个婶子拿了1箱方便面，急切地问：那我这个呢？方便面便宜不？当然便宜，还有满减的活动。他随口胡诌，众人七嘴八舌。之前买过东西的村民突然觉得多花了1个亿。我冷笑看着他，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哪家超市，一家新开的临期超市，奶只有5至7天就过期了，其他商品也都为临期产品。前几天我和男朋友去吃饭，路过那家超市时被广告语吸引，一键加购，低价买单。喜欢逛某宝的人若是看到，估计都会打开看一看。吃完饭后，我们进去逛了逛，里面的东西真的超级便宜，但距离有效期基本都是10天内，也就是说，买了你就得赶紧吃，不吃就得浪费。纯奶酸奶确实是买1送1，但只有几天的保质期，空手而去，空手而归。只是没想到，因为这个王盼盼竟然抹黑我家小卖部。我就不信他这种抠搜的人不看日期，明摆着想找事。他从后方走到前面我家门口，大声指责：建国叔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怎么能昧着良心赚村民的钱？你这还是搞促销打折，那不搞促销的时候是不是都按原价卖？我给你们算一算，1箱奶平时卖68，超市里买1送1，也就是34一箱，他赚一半呢。尤其过年的时候，一天能卖几10箱吧。
加上其他东西，你们家这一年不用种地也能赚个10几20万。这么多钱，对于在家种地打零工的人来说，已经算赚得多的。我爸气得直接红了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能赚这么多钱？你说的那个价，进货我都进不来，还赚一半，这么暴利，那岂不是人人都抢着干？现在是网络时代，价格透明得很，就是 PXX 那个价钱也买不了一箱奶。我看着他认真道：王盼盼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你说我们坑了村民，你得拿出证据来，否则我可以告你诽谤。你上过大学，知道我不是开玩笑。即便诽谤罪只是关你几天，但你进了局子就有了案底，到时候你大学就白上了。哪家公司会要一个造谣生事的人？他脸色有一瞬的慌张，转而想到什么又轻松起来。我当然有证据，我买东西的票据就在这，而且我在你家帮过忙，知道你们家进货多少钱。我其实很不明白王盼盼这样做的目的。他奶奶重男轻女，所以对他并不好。小时候吃不饱饭，都是来我家吃。我妈长得好看，早早就跟有钱人跑了，家里只有我和我爸，所以我爸也很心疼她。她有爸妈过得还不如我这没妈的日子舒服。后来他上完高中，家里2个弟弟在县城上初中，花销也大了，家里就不再供他读大学，让他出去打工。那一阵子，对门整天鸡飞狗跳，他在前边跑，他奶在后面追，嘴里还骂着我：打死你这个不听话的贱蹄子！谁有钱供你读大学？你不出去赚钱，你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爸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给王盼盼包了6000块钱大红包，让他好好去读书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家里忙，就让他来帮忙，每天给他80块钱当工资。结果临了了，我们家帮出来一个白眼狼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恩将仇报。他得意洋洋继续说：建国书开小卖部得有20年了吧？像咱们村子里干一辈子农活，连个房子首付都付不起，可他们家大把大把的红票子，还有林冉那辆车，你们猜多少钱？100多万呢！100多万可以在县城买2套小房子，买1套大房子，可人家买辆车就100多万，钱哪里来的？我爸解释：你前年回来跟我帮忙，看到我数钱，那是冉冉孝顺我的钱。孩子不想让我太累，给我钱是为了向我证明他可以赚到钱养活自己。怎么到你嘴里成了黑心钱？呸！他林冉多厉害，我也是大学生，一个月工资6000多，同样是毕业3年，我还租房子呢。林冉就已经买了100多万的大奔，还买了房子，不会是被什么金主养的小三吧？我爸一听怒了，拿起旁边的扫把就要往他身上打。王盼盼吓得往人群后面跑，边跑嘴里也不闲着：我说错了吗？林冉他妈就是跟有钱人跑的，你家有这个先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打死你这个黑心肠的！王盼盼的奶奶拦在爸爸身前：建国呀，跟个孩子置什么气？而且盼盼说的也没错，这孩子一个月就赚5、6千，冉冉做什么工作赚这么多？其他村民也跟着附和：就是啊，冉冉年纪轻轻的，可不能做那种不要脸的事，被人知道了多丢人。3队那个莎莎不就是去绅士下海了？年前大着肚子回来，怀孕了，结果人家那大老板不要她了，偷偷在家生孩子呢。这种人以后谁还要他？我拿出家里的喇叭，直接冲众人大喊：我劝你们嘴下留德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劳动所得，干干净净，不要以为口嗨不需要负法律责任。王盼盼，你可真是撒谎成性！我和你们公司还有合作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？你不知道我的钱怎么样赚的吗？
他小声嘀咕：“你这么年轻，能设计出什么好东西？说不定是睡了我们老板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那你一个月赚8000多，怎么还跟家里人撒谎呢？过年一个月得拿1万多吧？毕竟还有年终奖，每个月还有绩效奖金。”王盼盼的奶奶顿时火冒三丈，揪着他就要来一顿暴打。我趁热打铁：“叔叔婶子们，像他这样说谎成性，对家人都不诚实的人，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？”王盼盼听到我的话，抽空跑到前面：“我这里有证据，我之前买的奶小票都在这，你们看看。”票据传到每个人手中，村民们群情激愤：“建国呀，都是一个村的村民，你竟然昧着良心赚黑心钱！不行，我们的钱可都是种地刨土赚来的血汗钱，赔钱！你们不赔钱，我们就去找支书。”王大娘和他妯娌走了过来，伸手就要对我爸脸上：“林建国，赔钱！上个月我儿子结婚，还有我孙子的满月，我们酒席上用的烟酒糖都是在你这里买的，至少退我们1500。”我第一次对村里的村民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我爸说不出来，我却不在意。你们家干买卖是白赚吆喝吗？你家我大爷是干包工头，他不赚钱吗？我们村子里盖的房子都是他承包的。你们家里赚多少钱？你这俩儿子可都在这县城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赚的不是我们的钱吗？你把钱退回来。他被我说的心虚，眼神飘忽不定。这哪能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都是干买卖，凭什么就你家能赚钱？还有你家结婚，你家月子酒，我爸都个随意签。这么说起来，你们是不是还要倒赔我500？正在这时，村支书来了，他那一脸的幸灾乐祸，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和我爸不对付。因为我妈当初选择和我爸结婚，没选择他。后来我妈跟人跑了，他没事就来阴阳我爸，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蝉联这么多年村支书的。他听都没听事情的起因过程，就直接判定我爸的错。建国呀，不是我说你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说不定哪家老太太小时候还奶过你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赚家人钱呢？你干村支书不要钱，你白干了，不如把位置让出来给想赚钱。我这是为村民服务，能一样吗？王盼盼在一旁插话：“村支书，他家可是咱们村最有钱的，一箱白酒赚30，谁家红白喜事不都是在他家订？30箱就是900，还不算烟和糖。普通人累死累活一天才100、10块钱，人家一天就赚1000多。”我怒极反笑：“还是诅咒咱们村天天有人死，还是咋的？你们干活天天赚钱，我爸这天天接订单嘛。大人说话有你这孩子什么事？我告诉你啊，建国，赚村民的钱就是不对的，赶紧把钱挨家挨户退回来。”众人一听，双眼放光：“对，退钱！凭什么你们家开车100多万的车，我家儿子连媳妇都说不上来？你家儿子说不上媳妇，是你儿子没本事，关我家什么事？我也从你家买过东西，退钱！”我爸看着这酒蒙子就不打一处来，还退钱？你要不要看看你赊的账，都够写一本书了。那人心虚：“那你退给我一半，我不就只需要还半本书吗？”村民们七嘴八舌，平日说说笑笑的面孔已然换成贪婪狰狞的嘴脸。为了钱，他们是连脸都不要了。看着他们的逼迫，我怒上心头。王盼盼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：“怎么心虚了？谁让你家理亏在先？人间超市里买一送一就能卖得着，你偏偏原价卖，还搞个打折促销。我看建国叔不是想走，就是故意找个借口清货吧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你说你们黑不黑心？”这时已经有村民开始往口袋里装东西，见一个装，另一个也往怀里揣。
为此人家还找了理由。你们不退钱，剩下的货也别想要了，我们搬走。其他人也起哄，把他们家值钱的都搬走。我拿着棍子指着他们，谁敢动我，报警抓你们！王盼盼冷笑：你报警啊？等警察到了，你们家东西早被搬空了，你还能让警察挨家挨户搜查？那你们家以后在咱们村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爸爸拦住了我，眼中满是伤心和无奈之色。可我如何能甘心？这是爸爸干了20多年的小卖部，这么多年起早贪黑，从没坑过大家1分钱。可到头来，我看着村支书，他在一旁不言不语。村支书，你这样做就不怕上面来查？村民公开哄抢我们的小卖部，以后谁还敢干？难不成你们以后就只能跑去邻村买东西？村支书有一瞬的纠结，谁村里没有小卖部？这不是清白，让其他村的人看笑话。他刚要开口，王盼盼堵住话头：大爷，别担心，他家里不干我干，我来接手小卖部生意，保证不赚村民1分钱。我冷笑，原来在这等着呢。村民们一听，觉得有了底气，有村支书做靠山，还有王盼盼兜底，他们胆子更大了。原本还只拿着糖、辣条这种小玩意，现在直接像土匪一样成箱的搬。不过幸好货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我拿起手机想报警。爸爸看着我疲惫的摇摇头。从前听到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这句话，只觉得是对劳动人民的讽刺。可现在真验证了这句话，那些东西我们不要了，直接关门回家收拾东西。王盼盼看着我们的背影，笑得像个胜利者。叔叔婶子们，以后小卖部的生意我接手了，保证不赚大家1分钱，还能让你们买到物美价廉的好东西。村民一听，眼中尽是兴奋。别看村里的东西不值钱，1年也能省下不少钱。哎呀，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不一样，有魄力。王盼盼的奶奶一脸褶子，笑成了一朵菊花，接手着大家的恭维，完全把她1个月赚8000只，拿回来6000，这是抛之脑后。我们收拾完东西，开车回城。路上遇到吃完饭出来散步的村民，之前都会笑着打声招呼，而如今，爸爸扬起的嘴角，抬起的手僵在半空，突然想到什么又放了下去。我和爸爸不一样，对村民没有这么深厚的情怀。可爸爸在村子里50多年，尊严、情感一夕之间全部破碎，心里肯定会受不了。爸，别伤心了。那些东西就等于喂了流浪狗，而且他们肯定也是一时之间被王盼盼挑唆，等反应过来，心里肯定也会后悔。我不心疼那些东西，只是觉得这一辈子的邻里关系，我自认为问心无愧。谁家有事，你爸我没帮过？你看看这一本账，全是村里人欠的。我拿过来看了看，要么是买馒头没带钱，要么是买酒没带钱，反正能贪点小便宜，他们像赚了1个亿，大不了以后我们就不回来了。这个社会谁离谁还不能过，就是可惜了村里随的那些份子钱。我知道事情肯定不会就这么结束。再次和王盼盼见面是在他上班的公司，我负责软件研发，而这家公司也属于电子商务公司，所以合作也算颇多。他看到我好像有些意外，随即阴阳怪气道：赚了村民的黑心钱还敢出门？要是我，恨不能天天躲在家里。是啊，我不像你没脸见人。你秘书打着原厂林总一个软件就能卖500-600万，更何况还有日后的分成，一年少说有个1800万，还有兼职呢。王盼盼闻言惊得睁大眼。什么1800万？满脸的不可置信，还有那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嫉妒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从大3那年就开始设计软件，
1年就能赚300万，毕业3年，我的资产早已在5000万，而他只考了普通的野鸡大学，文不成武不就。由于他的生长环境，导致在工作中也是自卑不敢出头的性子，所以一直都在普通岗位徘徊。没想到最后竟然在村里找到了存在感，回家开小卖部。当然我尊重个人意愿，我轻笑一声看着他，嘴里留德：别忘了当初你上大学的钱还是我爸给你拿的，如果不是他，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工厂拧螺丝呢。所有人都看向他，自卑在此刻显示得淋漓尽致。他觉得所有人都在嘲讽他，斥责他，嘲讽他贫穷，嘲讽他连学都上不起，斥责他是个白眼狼。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狼狈逃跑。中午我就在网上刷到了一条爆火词条：黑心小卖部老板赚取村民血汗钱，下面是他发的图片和文章，指名道姓斥责我爸赚了多少钱，拿着村民的血汗钱让我过着富家小姐般的生活。他以为所有人都会跟他一样谴责我，被网暴。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傻子？博主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没钱看病，我们可以捐钱。购票单据上明明白白说了是圣安林七超市，林七能和新日期一个价钱吗？当我们不上网的土鳖吗？博主想活想疯了吧？就这几块钱还斤斤计较，这么小的格局，注定以后赚不了大钱。虽然网友都在替我说话，或者站在公平的角度客观评论，但由于热度不下，也蹦出来许多同学说我上高中时就多么有钱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，说农村人赚钱不容易，我爸不该为了养我赚黑心钱云云。公司里的人担忧地问我：林总，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你？没事，别担心，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人疯狂。他觉得在网上随便造谣口嗨，不用负法律责任，那就让他嘚瑟2天。就在热度达到最高时，我报了警。王盼盼面容扭曲地看着我：警察，你们抓他，她就是那个黑心小卖部老板的女儿，她爸爸赚农民的血汗钱，抓了她为村民做主。警察哪里会听他的话，把一系列造谣证据摆了出来。我也把爸爸的账本拿了出来，上面有进货单、卖货单据。警察叔叔，品牌商品我们以往都是按公司要求线下小超市统一定价，清货促销也给品牌方打了申请。我们是严格按照常规定价售卖，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。经过调查，是王盼盼造谣生事，因为情节不算太恶劣，且我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，警察建议赔偿精神损失，私了处理，两方调解。估计警察跟王盼盼说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在调解室看到他时脸色苍白，很痛快地给我6000块钱，估计是他辞职发的所有工资。我并不在意网上如何吐槽我，但说我爸不行，他一辈子就没做过坑蒙拐骗的事。王盼盼污蔑抹黑我爸，这是他该有的惩罚。这天回家，路过林七超市，门口来了2辆4.2米的厢货在搬东西。热闹的人群里，我看到王盼盼，他容光焕发，表情倨傲地指挥着装货的人，把奶和饮料都给我装好，别压坏了，压坏了扣你们钱啊！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惹得我发笑。晚上他给我发了条挑衅的信息：林冉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快就是村里人的骄傲，现在我也是老板，很快我就能像你一样有钱。我懒得理会。吃饭时爸爸说过几天是6大爷儿子结婚，他儿子在村子里算是大龄剩男，都34了才找到媳妇，这些年没少受村里人笑话，尤其过年回家，
那些多事的长辈都在调侃人家要求太高了，一直想找个漂亮又有钱的媳妇，这不就剩下了。我经常听到类似言语，突然想到王盼盼大批进货，估计是六大爷家从他那里订了货。他家儿子结婚这天，我以为爸爸会去，毕竟我们两家关系还不错。但爸爸摇了摇头，毕竟人家大喜事，万一和其他村民闹得不愉快，岂不是成了砸人家场子？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，因为结婚是在周末，所以家家户户都带了孩子。农村办酒席，若是在周末这2天，宴席上看过去孩子占一半，结果这些孩子就出事了。原因是喝了过期的奶，呕吐不止，严重的伴随发烧。孩子的家长当即找到了王盼盼，发现了奶已经过期，于是报了警。王盼盼和村支书和六大爷一家全被抓走审讯。听说当时六大爷家的儿子发现了奶是临期奶，要求他赔钱，但六大爷图便宜。王盼盼也一再保证结婚那天刚过期，肯定没问题，他这才作罢。吃席的时候，村民还夸赞他家娶媳妇真大方，以前谁家席面上还给孩子准备奶喝，纷纷觉得他们家喜事办得体面。结果这过期牛奶和过期饮料一喝，直接出了事，轻者上吐下泻，重者催吐发烧昏迷。王盼盼在被审讯时吓得竟胡言乱语，他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，说用的都是我爸以前的存货，跟他没关系。于是我和我爸被传唤。我爸老实人，一辈子没进过警察局，没想到年纪大了，竟然被人污蔑进了局子。看到我们时，王盼盼疯狂大叫：“快抓住他们！孩子就是喝了他们留下的奶才进医院的，你们怎么这么黑心？村民不过是拿了你们点东西，你们竟然让孩子喝过期牛奶住院！”他装得痛心疾首，怒声指责。旁边一对母女听罢白了我一眼，这年头什么人都有，看着老实巴交，原来是个黑心肠，谁说不是呢？要是我家瑶瑶喝了过期牛奶住院，我得把那商家告得倾家荡产，没人性的东西！爸爸被说得脸红耳赤，身体气得发抖。我赶紧扶着他冷声质问：“这是警察局，警察都还没说定性，你们怎么就知道事实如此？”警察扫了他们一眼，带我们去录口供。后来经过一系列调查，这事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和爸爸走的时候，正巧看到王盼盼被铐了起来，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怨毒。别以为我被抓了你就能好过，我死也会拉一个垫背的。原本我还不明所以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，可很快我就知道了。第二天，小区大门口挤了很多人，因为我买的房子物业管理严格，所以那群人并没有进来。物业给我打了电话：“林小姐，门口一群自称是你同村的村民找你要说法，你过来看一下吧。”我怕爸爸受不了，便没告诉他。下楼之前提前打了报警电话。我看到了领头的人是王盼盼的爸爸王建生，一家子的混不吝、赖皮狗。他举着手机，好像在直播：“大家快看，就是这个人。他们一家子黑心肠，在我们村子里开小卖部，赚我们种地打工的血汗钱。我们孩子在医院看病都看不起，他们却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在这里住高楼，还有没有天理呀？”说着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这姿态把王盼盼奶奶的不讲理学了个10成10。其他村民也赶紧附和：“我的孩子就在医院躺着呢，你知道住院花了多少钱吗？”“对呀，我们家孩子就是喝了你们家的奶才住院的，我不管，你们得赔医药费。”直播间里炸开了锅，都在骂我黑心肠、没人性、没良心。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纷纷谴责我，为了赚钱竟然害人性命，还让物业把我赶出去。
我冷眼看着，原来这就是王盼盼的后招。村支书被放了出来，因为过期奶这事他压根也不知道。但当看到我住的豪华小区，他嫉妒了。他看着我摆出长辈的架势，你爸爸呢？这是跟你爸爸谈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能做什么主？那抱歉了，我给我爸报了去海南的旅游团，他去度假了。村支书极度的咬牙切齿，旅游？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还出去旅游？村里出了事，不该是你这个村支书的责任吗？我的小卖部被村民抢砸，你不管；村里出了事，你也不管。那你这个村支书拿着国家的钱，却不为村民办事，那钱拿着不烫手吗？他说着，竟然想打我。我举着手机直播，你敢打我，我就敢躺地上赖着你。王建生听说我爸不在，知道撒泼对我没用，脸色变了变。冉冉呢？你看后面，你大爷婶子都是看着你长大的。村里的事是你们家主要责任，村里开小卖部就是为了让村民买东西方便，是为村民服务，怎么能赚钱呢？你赚了我们钱，我们不也不说什么。可现在村民有难，你不能不管啊。就是你们家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开100多万的车，那都是我们的钱。村支书又出来刷存在感，这样我拍板，你去医院把孩子们的住院费都交了，然后再每家每户赔偿1万块钱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你家赚我们的钱，我们也认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们也不计较这么多。我直接被气笑了，啪啪啪，现场直接鼓掌。我终于知道你也什么能坐稳着村支书的位置，厚颜无耻，倒打一耙说的就是你吧？首先我来问问，谁家是免费白打工的？谁家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？又有谁在村里头开个小卖部能买得起这500多万的房子？一连发问，周围鸦雀无声，直播间也转了风向。再来说说孩子们为什么住院？王建生，你最有发言权，是你女儿想在村里建立威望，想赚钱，所以进了临期奶给孩子们喝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错。我为什么要为你们的错买单？众人这才明白事情原委，纷纷对他们指责呵斥。王建生依旧不依不饶，你这么有钱，就该帮助村民。盼盼说你一个软件能卖好几百万，村里出了事，你凭什么不管？你是我爹还是我妈？我不是还得负责给你们养老送终？哦，对了，我把我爸的账本拿来了，其他的不说，欠的钱也该给你们算算了。村民一听，他们是来要钱的，怎么钱没要到，还要还钱？那就从你开始吧，5年前的账都没清。你是当我家做慈善的吗？他挠了挠头，有些心虚。你把钱给了我，我才能还你，否则你别想让我还1分钱。我也是活了快30年，第一次见这种不要脸又没有道德之人。其他村民依旧是逮着要钱不放，尤其是听了王建生说我能赚几百万，这么多钱，他们怕是连想都不敢想。我直接拿出手机告诉他们，我出来之前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估计警察很快就到。聚众闹事，你猜你们会在里面待多久？到时候有了案底，你们的孩子连大学都上不了。他们一听要坐牢，还会影响孩子，纷纷作鸟兽散。毕竟在他们心里，孩子是第一位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监狱来的电话，说王盼盼要见我。1个月的时间，他变化很大，众人七嘴八舌。之前买过东西的村民突然觉得多花了1个亿，后超，但他看着我的眼神依旧很亮，极度的发亮。对视半晌，这才拿起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从小我就嫉妒你，不是羡慕，是嫉妒。嫉妒你妈长得好看，嫉妒你爸这么疼你，嫉妒所有人都喜欢和你玩，长大以后也嫉妒你，你能考上一本。
而我只考了三流大学。我在公司当员工，你却能和老板坐在办公室谈合作。我优秀是因为我努力，好生活从来不是嫉妒得来的。呵，场面话谁不会说？可我们明明是一起长大，凭什么你轻轻松松就能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，而我就像烂泥里的蛆虫，如何挣扎也只是在这个泥塘滚去另一个泥塘。那你也不该对你好的人恩将仇报。你还记得大一下半年我给你的电话，根本不是我替换下来的旧电脑，是我爸给你买的，他给你买的新电脑。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我的语气也渐渐变得愤怒。我以为他会道歉，会忏悔，可直到今日他依旧执迷不悟。我放下电话，起身离开之时，看到他流着眼泪，嘴巴一张一合。我知道他在说对不起，可我不会原谅。没有人能在杀了人之后说我错了就能得到家属原谅。他为了内心的嫉妒，为了急于求成，为了心里那该死的欲望，让这么多孩子遭罪。这种人不值得原谅。后来我爸也去看了他，回来以后紧皱的眉头松开了，明显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。村里人又来过2次，第一次是来找我后的3个月，依旧是为了要钱，竟还大言不惭让我回去资助，直接被我爸骂了回去。第2次是过年，他们不再道德绑架，换了套路，说是借钱，开口就是10万。当然，别说10万，10块我都不给。后来我又买了一套房子，当然主要是怕村民纠缠。爸爸身体硬朗，不想闲着，于是我又开了一家超市，他又干起了老本行。爸爸老实实在，很多顾客都喜欢去我们家超市买东西。渐渐的，竟做得有声有色。他把赚来的钱留一部分，剩下的全都资助出去。超市门口挂满锦旗。后来，爸爸成了人人称赞的大善人。